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6日下午的16点1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在昨天凌晨3点公布了加息75个基点预期之后呢，昨天晚间道指随即快速下杀了2.25个百分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根阴线啊，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已经出现。那么悟空阴线出现之后，日线级别上就有下跌吸油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呢，行情就可能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最终呢跌破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位置。这个关键性位置呢，我们看到了是1690均线，也就是白色线的这里标识了出来。那么本轮行情我们看到它的反弹时间级别是超乎我们预期的这轮行情在底部见底之后在这个波谷连线形成的支撑位附近发生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出现之后，上方连续出现了震荡震荡过程当中处在一个5月份过来的筹码期。那么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呢，周线上涨之后有可能发生日线的下跌行情。那么走到这里面，日线下跌可能刚刚出现我们在这里面正式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下方就有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预期。如果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它的时间级别得以放大的话，会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下方呢就有可能出现周线级别的八节阴线、沙层阴线、唐层阴线。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必然会重新回到它的下跌通道上来，这样呢有可能发生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极端的行情。也就是说，在本轮行情加息之后加息50个基点之后，行情方向发生了改变，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可能这个时间级别放大到周线最终导致美股的一个快速的下行动作。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看比特币的行情。在18300美金附近也就是从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这个压力位这个位置上18300美金，在这个位置上比特币快速下跌，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组和八节阴线组。那么4小时级别上就有可能出现一波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从而让指数让比特币的价格到达17000美金附近。同时呢，我们看到当前时间是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反弹的动作呢，主要是在这个位置上是小时线上的一个支撑。我们看到小时线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是完整的有悟空八节沙层唐僧的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小时线级别下跌吸油到达144均线和1690均线之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我认为它缺乏延续性第一点呢是在下午4点钟我们看这个反弹时间大概是在15点钟发生了这轮反弹。那它的反弹到什么时间呢？我认为到今晚22点30左右美股开盘之后，这个反弹一定会结束。那么美股开盘之后，我们对美股有一个下跌的预期，所以呢，它的反弹只是为了我们空头只是给了我们空头的一个加仓的机会它不足以形成一个反转的趋势。那么从整轮行情上来看我们看到底部位置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4次等位置波谷。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谷法则呢，容易出现新低但这里没有出现之后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它有反弹机会形成反弹之后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动作之后，突破了4小时级别的11440均线和1690均线
突破之后呢，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可能形成日线级别的反弹，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所以呢，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说这个位置上可能形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但是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观察到上方是有重重阻力的。第一重阻力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183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那第二个位置呢是结构上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就是35000点跌到17605之后，它形成了一个44等位置的波谷，这个等位置波谷大概是在19000美金，这里形成第二重的压力位。那么第三重压力位呢，就是再往上一点点大概是在19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第三重压力。所以呢，虽然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吸油，但是上涨吸油的过程当中，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存在三重大山，所以呢，随着反弹，我更多的建议是大家去布局空单，因为整个熊市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在均线这个角度看144均线和169均线日线级别的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同时呢，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看到10月7日的这根周线它属于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阴线之后，就有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导致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目前的反弹呢仍然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同时，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144日均线和169均线同时处在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行情大的周期、大的方向依然是下跌趋势那么我们之前提到了它的反弹上方三重压力并且在下跌的趋势当中的情况下反弹只是给我们做空一个更好的位置。在行情当中，我们只有这几点。第一点做趋势行情大的趋势在哪个方向，我们就尽量往哪个方向去做。很明显，当前熊市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还是要布局空单。第二点呢，是找到合理的布局位置。那么前天我就说了18300美金是一个比较好的第一个布局空单的位置，原因就是5月份的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找到好的位置之后分布式布局你的仓位，并且将每个仓位设置止损，保住本金的前提下，那最终呢有可能获得本轮行情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利润那么我们对下跌方向的目标位还没有变，还是10500，也就是比特币68900美金它乘以0.05，也就是残值剩5%，最大跌幅。不对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可能是85%你乘以0.15它残值剩15%的情况下那可能的目标点位是在10500美金附近这个目标位没有变。这轮行情以太坊表现相对弱势弱势的原因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它的这个交易对在日线级别上0.076附近存在一个压力位。那随着这个压力位的逐渐延伸，我们看到了行情正在逐渐跌落并且呢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可能性。那么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上存在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这个阴线呢是在9月份形成的。那么行情后面的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展开的，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如果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的话，可能会出现平行于6月份的这轮下跌。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正处在一个下跌趋势，日线级别呢它正在酝酿的是一个八节阴线前面这里呢出现悟空阴线之后日线级别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它的一个支撑位是在一个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大概是在0.068，所以呢目前处在下跌趋势等在0.068附近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以太坊领涨于 BTC或者是跌幅弱于 BTC 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观察的是以太坊对 BTC 的一个比值。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ETH 对 USDT 交易对
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横盘震荡形成箱体之后，发动了一波突破啊，突破过程当中分别突破了波峰连线位于$1300的一个压力，然后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最终遇阻于高点4877附近波谷连线，形成了位于1700的一个压力位。到达这个压力位附近之后，随即开始快速下行，出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8间阴线然后围绕8间阴线呢，开始一系列的震荡。那么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一直认为1400是它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阻力位因为是日线级别的140均线和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昨天以太坊的跌幅不是很多大概是在3个点左右，但是目前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下方也就是12月21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焦点位，焦点位呢代表了一个黑洞黑洞对价格可能会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作用，所以呢，在这个上方存在压力下方存在吸引的情况下以太坊非常容易出现一波下跌行情，最终呢，它可能出现以11月9日。10月8日这个悟空阴线为标志性阴线的基础上后面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日线级别下跌洗修完成之后，会跌破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就是$1100，从而会引发周线级别的下跌。那周线级别下跌洗修，目前我们看到8月份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后面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那么接下来行情可能会走周线级别唐僧阴线。那么唐僧阴线呢，会让下跌趋势更加明显，最终呢可能会引发行情出现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那么以太坊最终的目标点位就要达到$260。现在很多山寨都走势类似于 Waves 这种币种这个币种不断创下新低。虽然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跌幅超过95%有的已经达到99%。那么目前我们看到Waves 的跌幅是在97%左右。虽然有如此大的跌幅，但仍然不断向下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没有主力庄家在行情当中对它进行推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量价背离。我们看到底部成交量不断放大，价格不断下行，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要抄底呢？很多理论都说量价背离之后成交量放大价格下跌之后呢，你要进行抄底，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原因在这里，因为它价格已经下跌了超过95%，所以呢，买一点点就相当于之前买20倍的东西，就是原来1块钱现在5分钱了，对吧？你还是买1块钱东西，之前能买1个现在能买20个所以呢，它的量出现了放大，它并不是真实的量价背离。你如果是真实的量价背离的话，你应该做一个对数的处理所以呢，当前的成交量呢，它是一个假的成交量并不是真实的成交量，不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做抄底动作。什么时间可以做抄底呢？我认为是成交量都出现虚弱的情况下，价格不往下跌的情况下再做抄底动作。当然了，熊市走到这个时候你可以对一些你特别感兴趣的，对它特别抱有幻想的你做一个主动入套的动作。昨天我也提到了你要有一个仓位了因为熊市末期，谁也不能非常精准的把握这个最低点在哪儿，但是你可以布局一个仓位了。这个仓位呢，能让你心里非常非常平静的面对价格的涨跌涨上去了你获利，跌下去了你可以补仓所以呢，当前行情你可以布局一个仓位，但是不能够满仓梭哈特别是很多人他认识到这个量价背离终于学到了一个量价背离，然后赶快去行情当中去用，然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套里了。主动钻套是要控制仓位的，一切的前提呢都是要保住你大部分本金之后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利。所以呢，我认为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慢慢布局一个仓位是可以的，但不要全仓all in那么我们
看一下啊，Waves 这个代币呢非常具有代表性，为什么呢？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做的一个主动性拉升的动作啊，特别是在最末期的这个高点出现的动作，完全是和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是一致的啊，做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出现了一个高点，在高点出现这周，我让大家伙去做空，很多人不信，但是我会员群朋友有人做了我本人也做了。为什么做空呢？因为它的上涨的时间周期在熊市当中，在山寨币这里面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行情当中观察到很多币种特别是在今年出现IEO 或者上线边的这些币种呢，往往都做的是日线级别的上涨。对于周线级别的上涨的话，它会吸引到非常大量的资金进入它这个币种当中去关注去炒作。那么进入之后，超级主力它拥有行情当中最多的筹码，一波拉升已经到了周线级别，必然出现派发的动作。所以呢，我们看到 Waves 这个代币在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出现了2轮的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并且在这个下跌完成之后，形成平台继续下杀继续重新形成第3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所以呢Waves 被完全炒作之后，筹码快速派发，因为超级主力庄家的筹码几乎是等于0成本它在这个底部西索拉西太阳套杀最终呢导致它的成本几乎是0同时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对于虚拟货币来说大部分筹码都在这个项目方手里项目方通过 ICO、IEO这些动作呢，去把这个一小部分派发到散户之后，大部分筹码它的成本几乎是0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暴涨暴跌经常在数字货币市场中出现因此呢，当前行情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进场动作，但不可以全抄 all in 去抄底。那么我们还是耐心等待这个币种走出一个震荡的横盘动作之后，因为往往是这个下跌过程当中你不容易找到这个止损的位置，耐心等待它出现一个底部结构之后，在这个底部结构的形成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找到真正的止损位置甚至是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它出现一波反弹之后有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个标志性的阳线起码是日线级别的阳线走出来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日线级别阳线也叫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作为止损你才可以炒它的短线至于长线来说还是我们之前的你对这个币种感兴趣布局1/4的仓位在这里面然后根据这个行情未来的走势，然后逐渐的去加仓或者减仓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